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一个有福气的女人身上会有这7个特征，很明显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提问，哪种女人最有福气呢？有人说外表漂亮，有人说嫁得好，有人说性格好，有人说有钱，也有人说没有烦恼的女人最有福气。但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够完全没有烦恼。一个生活的好的女人，并不是从未遇到过烦恼和琐事，而是因为她面对大问题能保持冷静，遇到小问题会选择忽略，关注整体，因此能够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总的来说，女人的福气往往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就如亲戚阿英，她从小生活优越，没吃过苦，像个小公主一样，但她并没有公主病，温柔善良，人品俱佳。当初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，都是些有背景、学历高的男人。她妈妈看中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男人，条件很好，但她没看中这些，而是选择了和自己学历差不多、家庭背景一般的男人。婚后，她老公事业顺利，从普通职员升到了单位高层，每年在同行中排名都很靠前。即使被调到不好的单位，她也能迅速改善工作情况，因此很受人尊敬，没有不良嗜好。他们的儿子也很有礼貌，很有前途。阿英自己也从一个普通的音乐教师做到了校长的位置。去年她还被选送到英国考察，全省只有10个人有这样的机会，她就是其中之一。她工作以来从不送礼也不收礼，不找关系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别人每天都在争抢，她却从不参与。但她对任何人都很尊重，说话和气，她去的地方都会变得很幸运。在家里和外面，她都愿意吃亏，但好事总是降临到她头上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她以前从没想过炒股，但去年突然开始炒股，2个月就赚了50万。她老公觉得差不多了，劝她别太贪心，于是她就卖了股票。结果第2天股市暴跌，她正好在最高点卖出了股票，从此她就不再炒股了。真是好运连连，想躲都躲不掉。其实像阿英这样有福气的女人，都有以下几个特征。1. 做事靠谱。狄更斯说，如果你做事缺乏诚意，或者迟迟不愿动手，那你即使有天大本事，也不会有什么成就。是的，为人需要诚意，做事也需要诚意。一个人能力的大小，不是决定成就的关键，靠谱才是。去年，朋友薛蕊升职了。薛蕊在一家知名的时尚品牌公司工作，她才进公司工作了4年，就被提拔为行销总监了。虽然说薛蕊的行销能力很强，但其实也不全是这样。她在公司里以做事靠谱而闻名。薛蕊刚加入公司的时候，只是行销部的一名普通专员，负责一些不太显眼的工作。但是无论事情大小，只要是交给薛蕊的，她基本上都能完成得很好。如果有些事情实在难以完成，薛蕊也会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或者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。因此，后来公司决定与一家杂志社合作策划一个专栏，领导就直接指明让薛蕊担任助手，全程参与协助。为了更好地了解杂志社的情况，薛蕊特意购买了10几期的杂志进行研究，并且还把网上的相关评论都整理了出来。当薛蕊把这些资料交给领导的时候，领导感到非常惊讶，并且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赏。当然，薛蕊在工作中也会犯一些错误，但他从来不会逃避责任。比如有一次，薛蕊因为生病请假，没有来得及校对行销方案，结果客户在方案中发现了错别字，非常生气。
薛蕊在听领导批评的时候，一边诚恳地道歉，一边解释情况。有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告诉领导他请了病假，薛蕊回答说，这件事是我负责的，没做好就是没做好，没有必要找借口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靠谱是一种稀缺品质，往往自带安全属性。与靠谱的人相处，不用猜疑顾虑，更不用提心吊胆，让人安心堪比万金。特别是在职场上，虽然不太讲究人情世故，但绝对重视一个人的品德和人品。那些做事靠谱、值得信赖的人，不仅能让人放心地把任务托付给他们，还会及时地给出回馈和结果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，还减少了精力消耗，避免了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应该追求简单和高效。如果你少一些圆滑世故，我多一些稳重踏实，把事情做好，比任何花哨的技巧都要强。2. 情绪稳定。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，情绪稳定的人真的很加分，网友纷纷表示赞同。确实如此，情绪稳定的人就像是雨后彩虹，纵使从风雨中趟过，也能笑对生活。前几天，表妹彩霞刚买了一大袋冰棍，和妈妈准备开车回家，可是妈妈发现车突然坏了，怎么也打不住火。妈妈赶紧打电话给附近的修车店，但修车店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很忙，要等很久才能过来帮忙。妈妈本来想把车暂时停在路边，但发现车窗和车门都锁不上。彩霞看到冰棍开始慢慢融化，心里着急，她看了看妈妈，以为妈妈会生气发脾气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妈妈竟然笑着说，那咱们就赶紧吃了吧。于是彩霞和妈妈开心地坐在车里，一边聊天一边吃着冰棍。吃完几根后，妈妈悠哉地走到路边的理发店，准备剪个头发。在理发店里，妈妈和理发师聊起了车打不住火的事情。她说话间没有一丝怒气和抱怨，反而一直面带微笑，和理发师有说有笑。妈妈剪完头发，修车店的维修员终于匆忙赶到。维修员检查了一番，却遗憾地说车修不了，需要把车拖回店里。妈妈听完后依然保持平静，带着彩霞一起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妈妈还美美地睡了一觉。彩霞看住妈妈整个过程中的淡定和从容，心里不由得感慨道，虽然这几个小时的经历看起来很平常，但又有些奇幻。这应该就是情绪稳定的理想世界。情绪稳定是应对生活无常最好的解药。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。书中有一段话，无论我们愿不愿意，麻烦都不可避免；无论我们欢不欢迎，未来一定会来。但只要活着，那么一切都是未完待续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真的被事情难倒，而是被自己的情绪困住了。情绪稳定的人遭遇不顺境遇时，懂得冷静处理，使怒火慢慢熄灭下来。人生的怒火和阴郁少了，自然会福气自来，晴空万里。3. 心态阳光。朱自清先生曾说，情郁于中，必将发之于外。一个阴郁的人感受不到幸福，而有福的女人总是面带微笑，心态阳光。朋友月月刚加入了电视台，她带着满腔的热情和自信，面对镜头，她总是能够镇定自若，侃侃而谈。然而有一天，领导突然评论说，你脸上的雀斑在镜头前显得特别明显，看来你不适合做电视工作。这番话让他的热情瞬间冷却，从那以后，他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内心的自卑感越来越强烈，甚至不敢直视观众。他的态度很快引起了周围人的失望。这时，一位朋友向他提出了建议，在镜头前，外表的美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要向观众传达什么资讯。这句话让他如梦初醒，
随后她放下了对外貌的过度关注，不再自寻烦恼。渐渐的，她找回了曾经的自信，笑容也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，心态变得更加积极向上。观众们也开始热烈地支持她，她的事业也因此迈上了新的高度。笑容是一种无声的力量，而积极的心态则是改变命运的关键。听说过一句话，美不在皮囊，而在于脸上积淀的自信。女人最大的福气就是脸上的笑容。无论生活中遭遇多大的风暴，总能以一颗宁静的心去应对，不易被逆境所击垮。笑容不仅是对外界展现的积极态度，更是对内心的鼓舞。科学研究同样证实，笑容能够缓解压力，增强免疫力，帮助人们维持健康状态。这样的女人不仅让自己生活的愉悦，还能将这份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，营造出一个积极的回圈。正如那句俗语所说，爱笑的女孩，运气总不会太差。笑容是幸福的最美好标志，它让人感到温馨，也吸引着更多好事的到来。4. 会爱自己。黄帝内经说，很多疾病本质上都是心病。有福气的女人懂得放下心中的负担，不让琐事困扰自己的生活，远离不健康的心态，在爱自己中驱散生活的阴霾。有一对年迈的夫妻，丈夫曾经是一名退休的体育教练，而妻子却不幸被诊断出患有癌症。当时他们的生活仿佛一下子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之中。然而，这位老先生突然想到，无论多么可怕的疾病，我们也要让活着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和快乐。于是，他在家附近的路边竖起了一块简易的看板，并在上面写了一句话：如果你感到快乐，请按喇叭。没想到，从此以后，每当有车辆经过这里，司机们都会按响喇叭。这位老先生便把这份喜悦和祝福告诉躺在床上的妻子。他虽然身体虚弱，但每当听到那一声声充满善意和快乐的喇叭声，仿佛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和力量。他的心一天天地变得更加宽广和坚强，病情也随之逐渐好转。令人感到惊喜的是，原本医生预测他只剩下4个月生命的他，竟然奇迹般地活了1年多的时间。卓别林曾写过一句话：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，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。人生在世，放宽心胸，不为小事纠结，不为琐事困扰，这便是对生命最顶级的尊重。摒弃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纠正不良的思维模式，让每一餐都充满意义，让每一刻都充实不虚度。在关爱自己的同时，也要为自己积累快乐的情绪，这样美好自然会悄然而至。宽广的心胸是福气的源泉，健康的体魄是福气的守护。有福气的女人始终将自我关爱放在首位，因为她们明白，唯有先照顾好自己，方能更好地守护家人。5. 心中有格局。所谓的格局，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视野和内心的度量。格代表了个人的品格和人格，局则体现了一个人的气度和胸怀。格局小的女人往往被日常的琐碎烦恼所困，导致生活每况愈下，日益感到焦虑和不安。相反，格局大的女人懂得运用智慧去经营生活，因此能够领略到更加宽广的世界。一个人心中怀有的格局，将决定他能够创造出怎样的人生结局。民国时期的才女林徽因，出生于一个清末的显赫家族。她从小就很聪明，长得也好看，自5岁起便开始学习诗文，勤奋地练习书法，最终练就了一手好字。到了16岁那年，她有幸跟随父亲游历欧洲，这段经历极大地开阔了她的视野和思想境界。林徽因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，更有超越时代的格局。她知道自己真正的追求，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无端的揣测所动摇。
在纷扰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她始终追寻着自己的建筑师梦想，与丈夫梁思成携手并肩，为中国建筑史书写了一段传奇。正所谓格局决定人的结局，有格局的女人对于琐碎小事不屑一顾，在辨别是非时成熟独到，她们明白分寸，懂得进退，具备长远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能力。她们不沉溺于过去，不畏惧未来，而是把握现在，向前看。她们能够迅速自我更新，从容应对社会的不断变化。人生短暂，不过3万余日，若总是关注琐事，便会错过许多美好风景，失去体验未来的权利。往往伤害我们最深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态度。只有放下执念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。轻装前行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格局小的人容易被眼前的小利小弊所束缚，生活因此变得局促和狼狈，而视野开阔的人则能感受到生命的广阔和生机，生活因此变得从容和豁达。真正有格局的女人，对事物有着更全面、更深入的理解，因此更容易做出客观的判断，把握住机遇，专注于更重要的事物。在顺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虚幻的利益所迷惑；在逆境中也不轻言放弃，而是积累力量，等待时机，如大鹏展翅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6. 善良真诚。一个有福气的女人，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一些让人一眼就能识别的特点，尤其是她的善良和真诚，是无论如何也隐藏不住的。一个善良真诚的女人，会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积累好人缘和好名声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她的善良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她自己。父母爱情中的女主角安洁，是一个个性鲜明、让人难忘的角色。最初，观众会觉得她有些挑剔，心气很高，甚至有点目中无人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我们看到，即便她和德华一开始相处的并不融洽，但安洁最终还是能够从大局出发，关心德华的婚姻大事，甚至为他准备嫁妆。在德华受欺负的时候，安洁也会挺身而出，保护他。安洁虽然说话直率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善良，这一点在他对待孩子和朋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总是愿意帮助别人，待人真诚。后来，德华在提起自己的嫂子时，总是赞不绝口，说安洁总是把好东西分享给他。一个善良真诚的女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她的这些美好品质很容易被看出来。如果一个女人在做事之前，总是先考虑别人，在朋友或身边的人遇到困难时，愿意伸出援手，这样的女人一定是有福气的。7. 这样做，积攒自己的福气。1. 远离让你内耗的人和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能量场，环绕在我们周围。如果一个人的能量场是积极向上的，那么它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你，让你感到充满活力和希望，整个人都会变得积极乐观，充满正能量。但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的能量场是消极的，那么它就像阴云一样笼罩着你，让你感到疲惫和沮丧，甚至可能让你陷入痛苦的深渊。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很多，比如当你做生意失败了，一个乐观的人会鼓励你，告诉你失败乃成功之母，让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再次尝试。但是一个消极的人会说，赔了多少钱啊？这下损失惨重了吧？看来很难再翻身了。等等这些话，不同的人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。消极的人就像吸血鬼一样，吸取你的正能量，让你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悲观。因此，我们要尽量远离那些让我们感到消极的人和事，多接触和吸取正面的、积极向上的能量。只有当我们的正能量越来越多，
我们才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圈子。圈子对了，福气自然也就来了。2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。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，建立清晰的界限至关重要，避免干预他人的私事。例如，当你的弟弟考虑攻读医学专业时，你不应强迫他选择电脑专业；当你的妹妹希望找到一个体贴的伴侣时，你不应仅凭对方的经济条件提出反对意见。当朋友向你倾诉与伴侣的争执时，如果你冲动地介入并指责对方，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，即使他们最终和解，朋友也会因此对你产生不满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必须尊重彼此的界限，切勿逾越。有了界限感，你的生活才会顺风顺水。3、不要去攀比别人的生活。喜欢攀比的女人通常内心自卑，对自己缺乏信心，她试图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寻求一种优越感。实际上，许多生活中的困扰都源于我们不自觉地与他人比较，而忽视了审视自己的生活。适度的比较可以成为一种激励，但过度的攀比则是一场灾难。每个人都有值得羡慕的优点，同时也存在自身的缺点和不足。你羡慕他人的家庭幸福，却未意识到他们正为家庭琐事和纷争而烦恼；你钦佩他人的自由自在，却不知道他们时常感到孤独寂寞，为心灵的无所寄托而苦闷。世间万物都有其利弊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快乐与忧愁。你眼中平凡无奇的生活，对某些人来说就是梦寐以求却难以触及的幸福。与其羡慕他人，不如进行自我反思；与其害怕黑暗，不如带着光明勇敢地前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比你更优秀，总有你难以达到的高峰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听从自己的内心，活出自己的生活。4、不要随便借钱。尽管能够借钱给你的朋友是真朋友，但在不紧急情况下，尽量不要向亲戚朋友伸手借钱。自古以来，人情债是最难偿还的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未能按约定时间归还借款，朋友将作何感想？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。一旦借出的钱难以收回，索要时会非常尴尬，也会导致双方的信任受损。因此，妥善管理个人财务至关重要。除非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否则不要轻易向他人借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济困难，没有人是不缺钱的，因此不要因为金钱问题破坏了本应珍贵的友谊。5、不要抱怨生活。有福气的女人常常心怀满足，她们不会抱怨生活的不公，即便遭遇不公，她也能迅速摆脱负面情绪，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当前的生活。她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诉说自己的不幸，对于未来，她会尽力预防可能的不幸。对于已经发生且无法改变的事情，她们则会坦然接受，不抱怨过去，而是坚定地向前看。一个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她不会轻易被外界的声音、情绪、境况干扰自己的决定。即使在生活给她带来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时，她也能够从容应对，把不好的局面扭转过来，把平凡的生活过得像诗一样美好。她知道一生太短，唯有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者，才能有机会走出去遇见更好的，才能把握未来的好运。真正优秀的女人，她稳得住自己，也容得下别人，不纠结一时的得失，不被狭小的空间所限制。她的心胸宽广，眼里装得下山河大地。愿我们都能修炼成有福气的女人，温和却有力量，淡然却有内涵，路越走越宽，福气越积越厚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。
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